这个番茄尝一尝。爆汁的番茄，是茄子，你敢信吗？这是茄子，看，大橙茄。这个是番茄，你见过吗？我们现在是在寿光的蔬菜国际会展中心。看我们的头上，我们的旁边，全部都是各种的瓜果蔬菜。今天我们带着米贡田的团队来我们中国农业科技之都寿光。哎，这是我订的啊，来这学习参观啊。这个黄色的小珍珠果特别的甜，还有这个绿色的，这个绿色也特别甜。小美女卖的一个发卡，这她如果戴上这个好看，要不然换一个南瓜试试。至尊宝。我问你哪个？它真的好看。那辣椒吧，那我就是小辣椒，小老辣椒。这个不合适。葫芦娃，不是这个葫芦娃太不行了，这个不好看啊，这个啊，红红火火，心想事成，太难了。你看，头上一抹绿啊，一抹绿。我们现在要跟小姑娘说，我们带完之后走了，不要了。小姑娘，我们马上暴跳如雷，会吗？啊？不好意思。噼里啪啦一顿打。这像手榴弹一样的南瓜，这南瓜长得也挺有意思。来，这个是苹果苦瓜，这个呢是珍珠苦瓜，全是苦瓜，白贵人苦瓜，贵人还苦吗？贵人能苦？甜美巴奈特苦瓜，这是我们传统见到的绿贝贝南瓜。到这边呢，它就不叫白贝贝，它叫白水晶南瓜，是白颜色的，和绿贝贝的样子非常的像啊。然后到了这边就是黄宝南瓜，其实之前有人管它叫做黄贝贝南瓜，到这边就不一样了啊，这长得有点像栗子的形状，它叫银栗南瓜。然后到这边，绿栗。那如果这个没有猜错的话，它叫金栗啊，不是金栗，这叫红栗，都比较好看啊。番茄真的是太多了，酒红番茄、黄小妹番茄、肯尼番茄，这叫黄樱啊。我们刚才吃的那番茄好像跟这有点像啊，维克樱桃番茄。番茄的种类真的太多，来，番茄种类太多，让我吃一个。在这里面，这个番茄还挺好看的。这个番茄皮比较厚啊，看起来有点像巧克力感觉，但皮太厚了。这不是我偷的啊，这是我们买的啊。我刚才说那是咱买的。我们怎么一下就变成了水果人了？这个番茄，这个番茄明显就好吃，皮特别的薄，汁水特别的多。我们现在是在超级网架下面。什么叫做超级网架呢？网架超级大、超级长，种的东西超级多、超级好，就是超级网架。看这个茄子啊，哇，好长好长啊！哇，现在是可以。这叫红冠长茄，这个茄子有意思啊，长的颜色，这个花旗紫茄、绿宝圆茄啊，黑宝圆茄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阅读障碍又犯了。这是北斗绿宝茄，你看，都是宝茄。这个有意思啊，这个花旗紫茄，你看这个花旗紫茄的感觉啊，这看了就感觉到是没吃过，很高级。这边呢都是大番茄系列啊，大番茄，俊美现茄，茄子确实是粉嫩的，还这么的细长啊。这个叫做天鹅葫芦啊，有意思啊，鲜红的辣椒，还有黄颜色的彩椒，当然肯定还是有传统的绿色的辣椒。看呐，我是这辣椒里面长出来的精灵啊！辣椒成了精，说的就是我。我是米贡田辣椒，这是黑色的辣椒，颜色特别的深。
而且这边的辣椒没有打顶，让它长成了无限生长的辣椒了。大概现在长到有将近3米高了。这是各种各样的吊种式的冬瓜，黑龙冬瓜、黑虎冬瓜、带玉冬瓜。看带玉冬瓜长得是不是有点楚楚动人？这边是云山白玉冬瓜，那个是梅粉冬瓜。带玉冬瓜在那边，宝玉冬瓜在这儿，他们也太不近人情了。宝玉冬瓜难道不应该和带玉冬瓜种一起吗？好，现在我们到了丝瓜的种植场，香芋白丝瓜，然后前面更长的丝瓜，然后还有这个苹果丝瓜。苹果丝瓜长得是墩墩的、圆圆的，这是中绿丝瓜。这个辣椒是通过这样一排一排的管道啊，通过这样的管道，把辣椒定植在这个管道里面。辣椒也属于无限生长型的一个植物，所以它从这个地方慢慢的攀爬到这里面，非常非常的茂密啊。这边是水培的，那是苦菊，这是空心菜，这个是蒲公英，跟苦菊也有点像啊。立体的水培种植架，主要是以观赏和科研为主，它实际按照大田来生产，成本就不是那么低了。这个是水果辣椒，这个是半水培栽培。这个管道呢是把营养液泵到最上面，然后一层一层的这样循环流下来，再到最后回收走。现在看了不是水培啊，这是机制栽培，这就是立体种植的一种方式啊。当然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立体种植跟土壤种植成本还是非常高的。这个管道种植是呈 S 型的螺旋种植啊，这我们多次在视频当中见过，今天也是有幸亲眼见到实物。但这些呢，我认为还都是在科研。他们想做到一个传统的植物工厂来说，现在成本依然是很高的。做商业化种植，多半是亏的血本无归。这个还是一种立体栽培的方式啊。我在这观察了一会儿，这个应该不是水培，这里面放的应该也是基质。然后营养液从那地方浇之后，它不会存太多的水，导致闷根误根，因为这个水是有坡度的，顺着它们往下走，最终来到了森林液收集的管道，经过地下埋的管道排走。到这边也是立体栽培啊，这是 A 字架，这比较传统的 A 字架，这就是我们经常吃到的魔鬼椒。这个彩椒也是相当的漂亮啊，感觉像奶油的质感。这里面的基质跟我们的基质差不多了，以泥炭、草炭、珍珠岩为主吧。这个是延绵法种植啊。我们现在看到上面的一个小方块用的就是延绵，下面是种植基质。这个番茄当时的子播或者小苗在这个延绵里面长完之后，把下面的种植袋开一个口，把延绵直接放上去，然后它的根系就下扎在我们的整个这个长条种植条里面，然后利用这样一个滴键去给它持续的供给营养，这个番茄就可以无限生长了。到了这边呢，就变成了这样移动式的换光、换气、换养分的这样一个种植。你看这些盆子吊起来的盆子会移动，下面的这样一个盆子它会涡轮会转，这个涡轮转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呢？它们会受到这样一个均衡的阳光的照射，还有一个每隔大概几十秒钟，它的盆底会接触一下这样的水面，就相当于又吸了一次水，然后又沥干一次水，又吸了一次水，又沥干了一次水，这样的干湿循环有利于它的营养吸收，还有它里面的养分、氧气的循环。至于能不能丰产，这个就有待于去考证了。这个盆子其实应该在这个位置也是一个有个前沿流的，到这儿它可以自动的盆底吸一个水，但是在这儿它没有设计啊，这是最低点。一般在最低点它会设计到一个吸水的装置。我看到了草莓，而这个草莓呢是立体的高价天铺草莓，可以升降的。我们再仔细看一下这个草莓，哎呀，这个叶片已经被红蜘蛛全部沦陷了，全部都结网了。所以
没有办法，在室内密闭种植的话，这红蜘蛛你就一定要预防，一定要严格的控制。如果你不好好控制的话，它就直接给你侵染，到你没有一点脾气了。这个蜘蛛网让你看到了现代化种植跟你的普通阳台种植，一样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，那就是无穷无尽、无休无止的红蜘蛛。这个应该也有水培的，这上面是基质，管道里面是水培。这一样的是立体的栽培，从下到上是一个塔状的结构。陈教练在这儿一块儿研究它如何是浇水施肥的。哎，这是一颗南瓜，这一颗南瓜怎么着也得有个110斤。前面的架子上都一样啊，全是巨型南瓜，自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那前面上面那个是普通的南瓜，大概有3、4斤，然后下面的这个南瓜有点让人觉得离谱啊。番茄一般是无限生长型，除了矮生番茄。看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大一个面积，直径大概有10米，大概有个几十平方。这就是一棵番茄树啊，直径是要超过7、8公分的。然后这一个树留了大概有10个分支，每个分支又留了很多的侧枝。这一棵树上面结了，保守估计100多斤番茄吧。这就是一棵番茄树的力量。这是无限生长型的茄子，这也是一棵茄子树啊。这个上面长了100多个茄子不止，这也是茄子，多年生茄子树啊，这一棵树能多年生，而这长得像蛇一样的丝瓜，1颗、2颗、3颗、4颗，这总共这么大的网架上面，只有4棵丝瓜树结的果子。这个是器物栽培的番茄，还有下面的空心菜啊，这个应该是器物栽培的装置。里面的话用的都是器物，不是明水或者是某种机制，也是仿照一个自然的环境里面来器物栽培的。这边的一样啊，全部是这样的器物栽培箱。这个装置就是打开的，我们能看到这里面一条一条状的就是这番茄的根，这里面是器物发生器，能看到一直在不停的喷雾啊。上面的番茄长得一样是红彤彤一串串的，这些我们看到的都是航天育种的蔬菜，经过太空的宇宙射线改良过的蔬菜品种。这个是非常先进的育菜共生啊，那边有监控，这边有养鱼的设施设备，这边是立体的种植架。但育菜共生，你看，你看，先进它也不是很好管理。因为光、温、水、肥各方面的。另外一个，我们大家看到的这个育菜共生，一般来说培育的都是相对好种的叶菜类，而开花结果的，特别是要好口感的，它不是很容易实现。你别看这几套设备，我估计啊，没几个 W 或者是10几个 W 都拿不下来的。这也是水培，看到没？这是一排的水管在上面搭着，然后这样的浅叶流，下面还有细菌屋。还有细菌屋，那估计是育菜共生吧。这里面就是室内的无土栽培啊，主要是以水培为主。这样的全光谱的补光灯，现在种的基本上就是生菜啊、芹菜啊、空心菜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种的水菜类。这我们看了一半啊，直接就狂风暴雨。看这些异形南瓜，我们在这观察了半天啊，根据这个叶子和掰掉的那个茎来说，这都是真的，形状是特别的怪异，包括这边的，就像假塑料一样，但是它真的是真的。